看过斗罗的都知道，唐三最大的秘密不是双生武魂，也不是唐门绝学，是他跟小舞同居那几年，修炼速度直接腰斩。你穿越到斗罗大陆索托城，先天魂力5级，武魂是柄黑色铁枪，谁见了都摇头，说这孩子的天花板就是魂王。可你掏出个笔记本，把唐三、霍雨浩的修炼数据全推演了一遍，得出一个炸裂结论：只要不谈恋爱，不去上学，一天死磕17个小时，12岁之前你就能站在史莱克学院门口。这个结论你对谁都没说。6岁那年，你找到父亲，只丢下一句：爸，我不上学了。门外传来母亲林清的声音：孩子不想去就不去吧，在家也挺好。妻子发话，李大海只好无奈摇头。接下来几天，他仍不时提起上学的事，你始终不为所动。直到初级魂师学院招生日过去，李大海终于作罢，每天照旧带着你锻炼。望着你晨练时坚定的背影，他心中五味杂陈，既骄傲于你的早慧与自律，又心疼你过早舍弃了童年的轻松。他不知道，对你而言，不上学的每一天才是真正的幸福。李大海也把更多时间投入到对你的指导上，不止基础长枪技能，还有他在军队里学来的长枪战技。这套战技毫无花哨，招招直取要害，是战场上用血换来的实用技巧。此外还有基础身法、野外辨识与最粗浅的魂兽知识。儿子，武魂是枪，属气武魂，气武魂的威力一半在魂技，另一半在你本身。李大海常这样教导，手中铁枪舞动如龙，身体是根本，力气大1分，速度快1线，你的枪就强1分。魂技是锦上添花，不能指望魂技解决一切，尤其是你魂力低微的时候。夜里的父子对练是你实战的萌芽。李大海不用魂力，只以最基础的枪术对战。军人出身的他从不手软，你几乎每次都被打得毫无还手之力，身上青一块紫一块。只在结束后，他会细细拆解你每一处破绽，纠正每一个错误的选择。日复一日，修炼从未间断。4个半月的苦修过去，你的魂力达到了7级。高强度锻炼搭配1日4餐的充足营养，再加上每隔几天就能吃到的10年魂兽肉，这是增强体质的关键，让你的身材远比同龄人结实，手臂已隐有肌肉线条。这几个月里，你靠阅读不断规划自己的魂师之路。第一魂环的选择尤为重要，优先增幅类，最好是力量或速度增幅。力量增幅能让每一枪都势大力沉，速度增幅则能使出枪如电，身法灵动。这种对自身的强化是永久奠定战斗风格的根基，会随着魂力增长不断放大，永远不会被淘汰。其次是增强长枪的攻击、破甲与穿透能力，唯有单纯的能量攻击类魂技会随着等级提升迅速落伍。夜深人静时，你偶尔会握着那杆漆黑铁枪武魂，在月光下端详，没有光芒，没有纹路，平凡的像铁匠铺最普通的制式长枪。可你始终相信，枪的锋利不在于材质，而在于握枪的人。毕竟连大师玉小刚也说过，没有废物的武魂，只有废物的魂师。窗外索托城的灯火渐次熄灭，你盘膝坐下，魂力在体内缓缓流转。1年零2个月后，体内那层无形的屏障悄然破碎，你缓缓吐出一口浊气，眼中闪过一抹平静的光芒。从7级到10级，你终于站在了获取第一魂环的门槛前。此时你还未满8周岁，从觉醒到现在，整整23个月的不懈苦修，你几乎把所有心力都倾注在了魂力打磨与身体锤炼上。你不是没想过借助外物，比如能强化体魄、提高魂环承受极限的晶胶，可索托城深处内陆，这种海魂兽产物极少流通，就算有，价格也高得离谱，早被贵族提前买断。你打听过后便放下了念头，转而寄希望于自身。2年近乎严苛的锻炼，让你的体格远超同龄人。根据读过的大量魂兽典籍与魂师理论推算，承受一枚300多年的魂环应当问题不大。可400年就是需要冒险的临界点，你没有十足把握。这段时间你也啃完了大量魂兽相关的知识，10年、100年、1000年、万年、10万年魂兽，每一阶都是天堑，对应魂环颜色分别为白、黄、紫、黑、红。辨别魂兽年份最直观的方式是看其攻击时魂力的颜色，安全距离下则只能通过体型判断。有的魂兽年限越高，体型越大，有的却反而越小。魂力稳固在10级的当天，你就告诉了父母。得知消息后，李大海立刻出了门。3天后，他风尘仆仆的归来，对妻子林薇点了点头，安排好了，明天带天去猎魂森林。翌日，天边刚泛起鱼肚白，你已收拾妥当，一身合体贴身的皮甲，腰间系着锋利短柄，干粮与水囊装得满满当当。李大海仔细检查完你的装备，沉默地拍了拍你的肩膀。家中伙计阿猛驾着马车等在门外，父子2人上车，车轮碾过青石板路，林驶出索托城，向着东北方向300里外的猎魂森林行去。路途漫长单调，你大部分时间都在闭目冥想，巩固10级魂力。李大海则望着车窗外飞逝的景色，神情里有追忆，也有凝重。当晚他们在途中小镇歇了一宿，次日清晨又赶了1个半时辰的路，马车终于缓缓停下。你跳下车，一片喧嚣顿时涌入耳中，眼前是依托森林入口形成的热闹集市，简陋商铺鳞次栉比，吆喝声此起彼伏，有贩卖刀剑铠甲、弓弩绳索的，有兜售干粮、清水、驱虫药粉的，还有不少气息精悍、装备各异的魂师队伍，打着猎魂护送的招牌招揽生意。空气里混杂着皮革、金属、食物与淡淡野兽粪便的气味，粗粝又充满生命力，是边境地带独有的风情。李大海没在此多停留，显然早有目标。他带着你穿过嘈杂人群，径直走到集市一角，那里站着3个男子，穿着普通，站姿却挺拔锐利，眼神明亮，和周遭散漫的佣兵气息截然不同。见到李大海，3人脸上同时露出真挚的笑容。大海队长，李大海上前与3人用力拥抱，拉过你郑重介绍，小天，这3位都是爸爸当年在军中的生死兄弟，这次你的第一魂环全靠叔叔们保驾护航。他指向最左侧身材魁梧如铁塔般的汉子，这位是你刘伯，刘宇大伯，武魂大地之雄，强攻系25级大魂师。刘宇声如洪钟，咧嘴一笑，小天都长这么高了，放心，刘伯给你找个好魂环。中间男子体格敦实，面容沉稳，背后附着一面暗沉阔盾，这是你龙叔张龙，武魂铁盾，防御系23级大魂师。张龙对你点点头，目光温和可靠。最后一位身形精瘦，眼神灵活机敏，这是你严叔司马炎，武魂黑纹犬，敏攻系22级大魂师。司马炎笑嘻嘻揉了揉你的头发，小子别紧张，跟着我们就行。你连忙乖巧问好，刘伯好，龙叔好，严叔好，心里松了口气。4位大魂师，父亲为了你的安全
雪，特意请来了昔日最信任的战友，寒暄几句。刘宇神色一正，扫视众人，时候不早，出发吧。记住，进了森林，眼睛放亮，耳朵竖尖。他看向李大海，大海，小天的目标年份是？李大海握紧手中铁枪，沉声道：弟兄们，天先天魂力5级，底子打得还算扎实。我琢磨着，第一魂环怎么也得是100年份的，拜托各位了。刘宇重重点头，自家侄子的事没说的。100年魂兽虽不常见，但这片林子我们熟，一定给小天找个合适的。张龙与司马炎也郑重点头，眼中满是应承。队伍迅速整编，张龙迟钝走在最前，李大海紧随其后，把你护在中间。刘宇殿后，司马炎则如一道青烟散入侧前方林间，负责侦察警戒。踏入猎魂森林的瞬间，周遭喧嚣被彻底隔绝，光线骤然幽暗，潮湿泥土与腐烂枝叶的气息扑面而来。远处隐约传来不知名兽类的低吼，所有人都闭了嘴。武魂悄然附体，1白1黄2圈魂环从刘宇、张龙、司马炎与李大海脚下升起，全都是10年加100年的标准配置。李大海铁枪在手，眼神锐利如鹰。这是你第一次魂兽猎杀之旅，心跳略微加速，更多的却是跃跃欲试的冷静。手中那杆漆黑无光的铁枪，武魂微微颤动，光线透过层层枝叶，化作朦胧光柱，尘埃在光柱里无声舞动。最初的形成波澜不惊，它们惊动了几只斑斓猫，转眼就消失在灌木深处。松尾鼠抱着松果从脚边窜过，飞云却成群掠过林梢，留下清脆鸣叫。这些都是常见的10年魂兽，没有危险，也不是目标。一片相对开阔的林间空地出现在眼前，生长着一小片色泽温润如玉的孤竹，可惜竹身都散发着莹莹白光，年份最高者也不过数十年，对你无用。队伍没有停留，继续向森林更深处推进。100年魂兽更可能出没的区域，寻找合适的100年魂兽并非易事。1个小时后，他们与一条身长近5米、通体艳丽暗纹的曼陀罗蛇不期而遇。它盘踞在古树下，蛇性吞吐，从身长判断是接近500年的曼陀罗蛇。退！刘宇低喝一声，声音压得极低，众人立刻屏息，缓缓后撤。曼陀罗蛇毒性猛烈，即便能合力击杀，也难保无人被垂死反扑所伤。在缺乏强力解毒手段的情况下，冒这个险不值得。他们小心避开了这片区域，希望总在转角出现，又转身溜走。又搜寻了1个时辰，司马炎侦查到了目标，一只通体流线型、毛皮泛着淡青光泽的疾风豹，年份约350年，正在溪边饮水，动作优雅迅捷，是疾风豹。看体型，350年左右。司马炎前回队伍，低声汇报：这种增速魂环，对以枪为武魂的你而言，无疑是极佳选择。队伍迅速安静地展开包围阵型，可疾风豹的警觉性远超预期。包围圈即将合拢的瞬间，他仿佛感知到了危险，猛地抬头，淡黄色魂力骤然爆发，四爪生风，如一道青色闪电撞开侧翼稍显薄弱的缺口，头也不回地没入密林深处，速度之快令人啧舌。可惜了，李大海握拳轻叹，你望着疾风豹消失的方向，心中也难免遗憾，却更清楚，在危机四伏的森林里，谨慎远比冒进重要。天色渐晚，黑夜中的森林危险倍增，队伍没有返回集市，在刘宇的带领下，找到一处背靠巨岩、开阔干燥的空地扎营，篝火燃起，驱散了寒意与部分黑暗。你嚼着干粮，听父亲和刘宇低声聊当年军旅生涯的旧事，那些关于配合、生存与信任的故事，在篝火映照下格外生动。守夜任务由4位大人承担，分前后半夜2组，你被要求专心休息，养精蓄锐，在篝火噼啪声与远处隐约兽吼交织的森林夜曲里安静修炼，保持着魂师应有的警觉。次日清晨，林间鸟鸣唤醒了众人，简单用过早饭，队伍再次出发。或许是昨日的遗憾换来了好运，仅1个时辰后，前方探路的司马炎就传回了激动人心的信号。众人悄声靠近，拨开茂密的蕨类植物，前方乱石嶙峋的坡地上，一条巨蟒正懒洋洋晒着灵气透下的阳光。它身长6米左右，躯干有大腿粗细，体表覆盖着灰褐色带岩石纹理质感的鳞甲，阳光下泛着暗淡光泽，头部相对钝圆，正是以防御力和力量著称。无毒的岩石蟒，好家伙！刘宇眼睛一亮，岩石蟒无毒，皮糙肉厚，力量大，速度相对较慢，正适合我们慢慢磨。岩石蟒每100年长2米，这只6米左右，年份约300年，在小天的承受范围内，而且大概率出防御或力量类魂技，非常适合铁枪武魂。李大海看向你，眼神询问，你深吸一口气，用力点头，目光紧紧锁定那条浑然不觉的巨蟒，手心微微出汗，是紧张，更是期待。老规矩，刘宇迅速下达指令，张龙正面吸引，顶住他第一波冲击。大海跟我2侧伺机主攻，重点打眼睛、口腔这些薄弱处。司马游走骚扰，吸引注意力，制造破绽。小天退到安全距离观察，听我命令，准备最后一击。明白。众人低声应和，武魂瞬间附体。张龙低喝一声，第一魂技铁臂守护，手中铁盾骤然放大1圈，表面泛起厚重的灰白色光芒，防御力大增。他踏步上前，盾牌重重遁地，发出沉闷巨响，瞬间吸引了岩石蟒的注意。岩石蟒被惊动，硕大头颅昂起，冰冷树瞳锁定了张龙这个挑衅者。他发出嘶哑咆哮，粗壮身躯猛地弹起，如一道灰褐色岩石洪流，张开布满细密利齿的大口，狠狠撞向铁盾。砰！一声巨响，张龙身体巨震，脚下地面都皲裂开来，可他死死顶住盾牌，寸步未退。灰白色魂力光芒与岩石蟒的黄色魂力激烈碰撞，就是现在。第一魂技熊皮之力，刘宇身上第一魂环闪亮，本就魁梧的身躯肌肉再次奔张。第二魂技裂地一击，第二魂环紧接着亮起，他右臂膨胀，手掌化为巨大熊掌虚影，带着开山裂石之势，从侧面狠狠拍向岩石蟒头部侧面。与此同时，李大海动了，他身形如电，手中铁枪化为一点寒芒，直刺岩石蟒另一侧眼眸。第一魂技突刺，枪尖速度暴增，带着尖锐破空声。司马炎的身影如鬼魅般出现在岩石蟒身后，第一魂环闪烁。第一魂技驯影爪，双手指间弹出锋利的黑色能量利爪，快如疾风的抓向尾部鳞片连接处，虽不能造成重伤，却足以让他分心疼痛。岩石蟒遭遇3面夹击，暴怒异常，他猛地甩头，险险避开李大海刺向眼睛的一枪，枪尖在坚硬额鳞上划出一串火星。刘宇的熊掌重击则结结实实拍在颈侧，砸得他头颅一偏，鳞片碎裂几片，渗出暗红色血液。尾部的刺痛更让他狂躁扭动身体，粗壮尾巴如巨鞭般
横扫，逼得司马炎急退，战斗瞬间进入白热化。张龙如最坚固的礁石，承受着岩石蟒一次次冲撞与噬咬，铁盾上不断留下深深凹痕与牙印，却始终牢牢定在原地，为队友创造机会。刘宇和李大海一左一右持续进攻，刘宇的力量轰击砸得岩石蟒晕头转向，李大海的枪则刁钻狠辣，专找鳞片缝隙、口腔内壁等弱点。司马炎凭借速度优势不断袭扰，让岩石蟒顾此失彼，身上添上一道道细密伤口。岩石蟒的防御确实惊人，普通攻击难以致命，可庞大身躯也成了累赘。在四人娴熟默契的配合下，他的动作渐渐迟缓，伤口越来越多，黄色魂力光芒开始明灭不定，显然消耗巨大，伤势不轻。后又一次被刘宇重掌拍中7寸附近，岩石蟒发出痛苦嘶鸣，动作出现明显僵直，彻底失去了反抗能力。就是现在，小天过来！刘宇按着舌头朝你喊道。一直在安全距离外全神贯注观察，紧握着黑色铁枪的你，早已将魂力催动到极致。听到号令，你眼神一厉，如蓄势已久的右抱猛然窜出，你将全身力量、近2年苦修的魂力尽数灌注于这一枪之中，没有任何花哨技巧，只有父亲教导的最基础也最核心的刺。有黑铁枪划破空气，带着一往无前的气势，精准无比的刺入岩石蟒因痛苦嘶吼而微微张开的巨口，深深没入脆弱的口腔上颚，直贯脑部。岩石蟒庞大身躯骤然僵直，随即剧烈抽搐翻滚，将周围碎石草木扫得一片狼藉。可那双冰冷树瞳迅速失去神采，淡黄色魂力光芒彻底消散。片刻之后，他停止挣扎，一动不动瘫倒在地。一个深邃的黄色魂环缓缓从尸体上方凝聚浮现，光芒流转，散发着100年级别魂环特有的能量波动。你微微喘息着，拔出铁枪后退2步，目光灼灼地看向那悬浮的黄色魂环。你的第一魂环就在眼前，看着那悬浮在岩石蟒尸体上方缓缓旋转的深邃黄色魂环，你深吸一口气，压下初次击杀魂兽带来的些微悸动与兴奋，看向父亲李大海，重重一点头，眼中满是信任与鼓励。其余3人也紧紧盯着你，盘膝坐好，沉心静气，用你的魂力去引导他。刘宇沉声开口，同时与另外3人默契散开，形成一个保护圈，警惕地注视着四周。猎魂森林中危机四伏，吸收魂环耗时不短，岩石蟒的血腥味很可能引来其他不速之客。你一言在尸体旁坐下，闭上双眼，将意识沉入体内，魂力顺着冥想路径缓缓运转，逐渐变得活跃。待自身状态调整到最佳，意念一动，小心翼翼地牵引着那道黄色魂环，魂环仿佛受到召唤，飘然而至，笼罩在你头顶上方，随即化为一道精纯而略显磅礴的黄色能量洪流，自天灵盖猛然灌入。闷哼一声，能量入体的瞬间，你身体剧烈一颤，那股100年魂兽的能量远比自身修炼出的魂力狂暴灼热，如同滚烫的岩浆强行涌入纤细的经脉，剧痛自4肢百骸蔓延开来，经脉被强行拓宽的撕裂感，让你额上瞬间渗出细密冷汗，脸色微微发白。你咬紧牙关，竭力保持灵台清明，全力运转魂力包裹，驯服这股外来之力，能量在体内横冲直撞，与你的魂力不断碰撞交融，每一次冲击都带来新的痛楚，肌肉骨骼似在发出细微呻吟，承受着魂环能量对身体的改造。这个过程谈不上惊心动魄，却满是煎熬，考验着魂师的意志与身体素质。所幸300年左右的年限恰在你的承受范围之内，虽痛苦却不致崩溃。时间在寂静与你平缓却略显粗重的呼吸中流逝，守护在侧的4人神情专注，不敢有丝毫松懈。李大海紧攥着拳头，目光一瞬不瞬地落在你身上，直到见你紧皱的眉头渐渐舒展，气息从紊乱趋于平稳，身上开始稳定散发出与那黄色魂环同源的能量波动，才暗自松了口气。约莫半个时辰后，你周身最后一丝外溢的黄色能量缓缓敛入体内，睁开双眼，眸中金光一闪而逝，整个人的气息明显凝实强健了一截。你成功晋升为1环魂师，没有欢呼，也没有急切追问魂技。刘宇上前一步，拍了拍你的肩膀，感觉如何？能行动吗？你站起身，活动了一下四肢，经脉仍有些隐隐作痛，体内更多的却是充盈的力量感。没问题，刘伯，好，此地不宜久留。张龙迅速将处理好的鳞甲、蛇胆、蛇肉用油布包好，分给其余几人各一份。司马炎警惕扫视着愈发昏暗的林间，5人带着战利品，毫不留恋的迅速撤离，沿来路向森林外围退去，行动干脆利落，全无拖沓，尽显丰富的猎魂经验与对森林危险的深刻认知。回到集市，张龙熟门熟路找到一家收购魂兽材料的店铺，将岩石蟒的材料脱手，换回一小袋金魂币，价值不算太高，却足够覆盖此次行动的部分开销，也免了浪费。几人并未急着分开，走进集市里一家热闹的露天酒馆，粗糙木桌，陶制大碗，麦香浓郁的麦酒，配上大盆炖肉与烤饼，正是最对这些退伍军人口味的庆祝宴席。来，为小天成功获得第1魂环。干！刘宇举起沉甸甸的酒碗，声如洪钟。干！李大海、张龙、司马炎一同举碗，眼中满是真挚的喜悦。你本也想喝酒，尝尝这异世界的酒是什么滋味。刘宇却直接端来一大杯果汁，你用力举起杯子，大口喝着，酒碗与杯子撞出清脆声响，麦酒飞溅，笑声朗朗。刘宇和李大海高声回忆着军中糗事，张龙微笑着补充细节，司马炎不时插科打诨。几人大口喝酒，大块吃肉，用最直接的方式宣泄着任务顺利完成的放松，也祝贺后辈踏上魂师之路。你安静坐在父亲身边，听着那些粗犷又热血的故事，庆祝一直持续到夜幕降临。最终，李大海与3位老战友用力拥抱告别，约好日后常聚。第2天，李大海并未急着带你返程，又在集市的小旅店住了一晚，让你有充足时间稳固刚突破的魂力，适应魂环带来的身体变化。直到第3天清晨，朝霞染红天际，他才带着你坐上返程的马车，车轮滚动，将喧嚣危险的猎魂森林渐渐抛在身后。马车驶上返回所托城的官道，窗外是逐渐熟悉的田野风光。李大海看着身旁目光沉静、气息已然不同的你，没多问魂技的具体情况，只说了一句：回去后好好熟悉你的新力量。马车驶入所托城熟悉的街道，最终停在大海面馆的后院。踏上家门前坚实的石板地，你深深吸了口气，一种微妙却切实的不同感萦绕周身。吸收300年岩石蟒魂环带来的改变，远不止魂力等级的提升。回到房间，你仔细体会，发现身体各项基础素质都有了显著飞跃，肌肉更紧实有力，骨骼似也坚韧了几分，五感变得愈发敏锐，连呼吸都悠长了不少。最直观
观的体现是武魂召唤出那杆黑色铁枪时，以往舞动片刻便会出现的手臂酸涩大为减轻，如今能轻松挥洒更长时间。枪锋呼啸间，速度、力量与身体协调性都远非昨日可比。适应了身体变化，你在院中进行了第一次正式的魂技测试。沉心静气，低喝一声武魂附体，黝黑的铁枪应声出现在右手中，触感冰凉坚实。紧接着，一道明亮的黄色魂环自脚下缓缓升起，环绕周身律动，散发出百年魂环特有的能量波动。魂环浮现的刹那，你清晰感觉到手中铁枪的重量似是增加了，并非体积变大，而是更加沉凝，枪身质感也略有变化。原本的坚硬中多了一份韧性，心念微动，脚下那圈黄色魂环光芒大放。第一魂技炎灵之力，魂力顺着特定路径奔涌，奇异的变化随之发生。一层带着岩石般灰褐色纹理的淡色虚幻鳞甲迅速覆盖了你持枪的右臂、肩头乃至前胸后背，同时铁枪的枪杆上也隐约浮现出类似的鳞状纹路，虽不改颜色，却让枪身显得愈发古朴厚重。你用力握紧枪杆，清晰感觉到一股额外的力量自体内涌出，充盈四肢。对着练功用的木桩试了一记普通突刺，嗤的一声，枪尖没入木桩的深度比之前深了一截，拔出时也更觉轻松。你估算着力量增幅大约在50%左右。那层覆盖身体的虚幻炎灵虽非实体铠甲，却带来了实实在在的防护感，对钝击与利刃切割的抵抗力应有显著提升，力量与防御双双增强，是很实用的魂技。你收枪而立，心中还算满意。随后用父亲早年购置的魂力测试水晶检测，发现魂力已经达到11级顶峰，距离12级只差临门一脚。照目前的修炼速度，突破就在这几日之间。第二天一早，你换上一身干净利落的衣服，怀揣着几分期待，前往索托城武魂殿进行魂师注册，这是获得官方认可、享受魂师权益的关键一步。武魂分店依旧庄严肃穆，接待你的是名30岁左右的执事，态度不算热情，却足够公事公办。查验过你确实吸收了百年魂环，魂力等级为11级，又核实完基本信息，注册流程很快完成。恭喜你，魂师！这是你的魂师凭证与徽章。执事递来一枚婴儿巴掌大小、做工精致的圆形徽章，背面刻着你的名字，正面是两柄交错的长剑，象征着魂师级别，也昭示着战魂师的身份。一同递来的还有个装着金魂币的小布袋。按照帝国与武魂殿的联合规定，魂师每月可领1金魂币补贴，大魂师10金，魂尊100金，每月都能凭徽章前来领取。谢谢。你接过徽章和钱袋，认真道谢，略作停顿，又真诚补充：武魂殿的福利确实不错，帮衬了许多普通魂师。走出武魂殿大门，午后的阳光有些刺眼，你忍不住从钱袋里倒出那枚金灿灿的钱币，放在掌心仔细端详。金币在阳光下泛着诱人的光泽，沉甸甸的，对普通家庭而言是笔不小的财富。你下意识将金币凑到唇边，轻轻碰了一下，冰凉的触感带着金属特有的味道，福利待遇还真不错。低声自语着，脸上露出笑容，随即小心翼翼将金币收回钱袋，贴身放好，轻轻拍了拍，回到面馆。你第一时间找到母亲林薇，想把金币上交。林薇正揉着面，手上沾着面粉，见状笑着摇头：傻孩子，你自己挣来的补贴自己留着，买点需要的东西或者攒起来，家里不缺你这一个金币。谢谢妈。你心中暖洋洋的，也没再推辞。这枚金魂币不只是补贴，更是对你魂师身份的第一次实质性认可。从今天起，你便是一名正式在册的一环战魂师。回到后院，你再次握紧那杆已有些不同的铁枪，感受着体内奔流的魂力，继续修炼。正式成为一环魂师后，你没有丝毫松懈，反倒把每日的修炼计划安排得更为严苛。身体锻炼加了负重项目，绑腿、背心都换成特制沙袋。晚间与父亲的对练也更加激烈，实战中的磨砺让你对自身力量与新魂技的掌控越发纯熟。这天夜里，月色朦胧，后院被灯笼映出一片昏黄光晕。对练刚告一段落，李大海拄着铁枪，气息微喘，看着汗流浃背却目光炯炯的你，忽然开口：天儿，你基础已经打得不错了，今晚我教你一招保命，或者说创造机会的招式。你擦汗的动作一顿，好奇地望过去，李大海的眼神变得有些悠远，似是想起了军旅中那些生死一线的时刻。这招叫回马枪，顾名思义，败中求胜，险中求活，看似撤退落败时，出其不意反身一击。我这一生用它救过自己，也了结过敌人，用的次数不多，但每一次都至关重要。他挺直腰板，铁枪斜指地面，气势陡然一变，少了平日的宽厚，多了几分沙场肃杀。看好了，我只完整演示一次。话音未落，李大海身形骤然向前急窜数步，做出不敌败退的姿态，步伐略显踉跄。就在看似就力已尽，心力未生的转折瞬间，他腰身以违背常理的力道猛拧，带动全身回转。原本拖在身后的铁枪借着回旋之力，如同黑暗中骤然亮起的毒蛇信子，带着凄厉的破空声，化为一道模糊无光，急刺向身后假想敌的咽喉要害。整套动作从败走到暴起反击一气呵成，快、准、狠，满是致命的欺骗性。枪尖在灯笼微光中凝住，微微震颤。你看得心头一跳，更多的却是茫然。太快了，尤其是发力转身与出枪的衔接，只看到一片模糊的影子。爸，太快了，我没看清楚。你老实承认没看清楚。李大海收枪，脸上并无不悦，反倒像早有所料。那你看仔细，我把动作拆开，慢着来。这一次，他将动作拆解成几个部分，假意败退的步伐、气息的伪装、拧腰回身的发力技巧、核心与腿脚的配合，最后才是手臂与手腕将全身回旋之力灌注于枪尖的刺激。他一边缓慢演示，一边讲解关键：败退要响，但不能真散架，回身不是硬扭，要用腰胯带动，脚掌抓地借力。这一枪刺的不是一点，是一条线，要的就是猝不及防，一击必杀。你看得目不转睛，努力记下每一个细节。等父亲演示完毕，迫不及待拿起自己的铁枪，一样画葫芦的尝试，先跑几步，随即猛地拧伸出枪，停！李大海差点被你那别扭的几乎绊倒自己的转身，还有软绵绵的一枪给气笑了。你练的这是什么？脚步虚浮，转身松散，发力脱节，这哪是回马枪？麻花拧断了枪还差不多。他无奈摇摇头，我再给你完整放慢演示一遍，注意我的脚下和腰。李大海沉下心，再次以清晰可辨的慢速，将这套藏着生死智慧的动作演绎了一遍。可接下来的时间里，无论他如何拆解、讲解、纠正，你练起来总差些火候，不是转身时机不对，就是发力不畅，再不然就是败中藏诈的神韵全无。反复多次后，李大海看着你又一次练得似是而非，终于忍不住用枪杆轻轻拍了下你的
的小腿，笑骂真笨，这点东西都学不会，战场上可没第二次机会。你也有些讪讪，收枪而立，摸了摸鼻子辩解：爸，我觉得吧，这招有点不够正大光明，偷袭的味道太重了。您儿子我以后可是要走堂堂正正、以德服人路线的魂师，是个大好人，这种招式可能不太适合我正直的气质。李大海闻言一愣，看着你一本正经胡说八道，试图掩饰尴尬的模样，点了点头，顺着话头说：不错，有志气，堂堂正正好。心里却暗忖：臭小子，学不会就学不会，还扯什么正道歪道？不过也好，笨点就笨点吧，总不能样样都比你老子强，那多没面子。行了，今晚就到这儿，回去好好消化今天对练的东西。李大海摆摆手，结束了当晚的教学，回到房间，你关上门，脸上的正直表情立刻收了起来，走到房间中央，略一沉吟，再次握紧铁枪，月光透过窗棂洒在你沉静的脸上，深吸一口气，回想着父亲拆解的每一个细节，尤其是腰胯发力的微妙感觉，开始独自练习。起初依旧生涩，你却不急不躁，一遍遍重复，调整着力道与节奏，慢慢找寻败退中的隐忍与反击瞬间的爆发感。既然明面上学不会，那就暗地里下苦功夫。在你看来，无论是正面招式还是偷袭用的回马枪，只要能战胜敌人，都是值得掌握的好招式。方才那番正道说辞，不过是少年人小小的倔强和掩饰尴尬的托词罢了。寂静的房间里，只有你辗转腾挪的身影，伴着细微的枪风，练了1个时辰，仍未完全掌握，你便转而开始修炼魂力。每日的修炼、锻炼、阅读、对练，构成了你生活的全部经纬。冥想法在日复一日的锤炼下愈发纯熟，魂力运转效率比觉醒之初却有提升。可随着正式踏入魂师境界，每一级魂力所需的积累也水涨船高，提升速度并未因功法熟练而显著加快，反倒因境界壁垒的存在显得更为艰难。获得第1魂环后，你仅用5天便水到渠成突破到12级，那是厚积薄发与魂环残余能量共同作用的结果。可之后的提升便回归常态，甚至更慢，从12级到13级，足足用了4个月零20天。这个速度比成为魂师之前还要慢上一些，与你此前根据唐三、霍雨浩案例推演出的预期大致吻合。在先天魂力5级这个基准线上，没有特殊机缘，每一级的攀升都需要时间与汗水的点滴堆砌。你对此早有心理准备，焦虑无用，唯有坚持。于是，在索托城春夏秋冬的轮转里，后院那道挥汗如雨、持强苦修的身影日渐挺拔，也日渐沉静。